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件超酷的事，我们要亲手打造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 AI 投资副驾驶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个超级聪明的伙伴，能帮你从那堆像海一样多的数据里面找出真正有价值的机会，那该有多棒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，给你一套完整有系统的蓝图，让你从零开始，一步步建立起一个真正能帮你做决策的个人化 AI 工具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上一次下单买股票的时候，是凭着一股感觉，还是真的看着数据做的决定？说真的，在现在这个数据满天飞的时代，光靠直觉就好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里面开车一样，超级危险，对吧？这就是传统投资方法最大的痛点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用 AI 这个武器，把数据变成你的超强头灯，照亮前方的路，用清晰的视野来取代那片直觉的迷雾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施工蓝图了。我们会分成5个步骤，一步一步把我们的 AI 副驾驶盖起来。首先，我们要先画好设计图，搞懂为什么要做。接着，打好数据这个地基。再来，用低程式码工具盖出主体框架。盖好之后呢，要好好检查一下品质。最后，还要让这个系统能够自己不断进化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好，第一部分设计蓝图。我得先强调一下，不管你要用什么新科技，最重要的一步，永远都是先搞清楚我为什么需要它，而不是盲目的去追那些听起来很炫的工具。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要彻底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，从我猜变成数据告诉我。你看看这张图的对比，是不是一目了然？左边就是传统的投资方式，光靠几个指标，看到满坑满谷的数据就头昏眼花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办。但你看右边，有了 AI 的辅助，我们可以很冷静、很有效率的去分析所有的历史数据，做所谓的预测性分析，让我们的决策品质整个提升个档次。这就是我们需要 AI 的核心价值。那我们要用哪一种 AI 技术呢？答案是监督式学习。我知道这名词听起来好像很专业，但你先别怕，它的概念其实超级简单。你就想象我们喂给 AI 一大堆过去的股价资料，然后呢，帮这些资料贴上标签，告诉它说，你看这天的股价是涨的哦，然后这天是跌的，模型就会自己从里面找出涨跌的规律，学会怎么预测未来。这就像是我们请了一个经验超丰富的老师，手把手的教机器怎么看懂市场。当然啦，我们一开始不用想着要挑战全世界，最聪明的方法是从一个小小的概念验证，也就是 POC 开始。比方说，我们先专心研究一只 ETF 就好，像是大家都知道的0050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？除了难度大大降低以外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很快看到成果，建立信心。这就是先求有再求好，积小胜为大胜的道理嘛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到第2阶段，打地基。如果说 AI 模型是我们要盖的一栋大楼，那数据就是盖大楼用的钢筋水泥。我必须要再三强调，这是整个专案里面最关键也最花时间的一步。你地基打得好不好，直接决定了你这栋楼盖起来稳不稳。数据到底有多重要？你只要记住这个数字，80%。一个 AI 专案会成功还是失败，有高达80%的因素都取决于数据的品质。这就是圈内人常常讲的 GIGO 原则 ：Garbage in, Garbage out。你喂给模型垃圾，它吐出来的就只会是垃圾预测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，高品质的数据是让模型发挥威力的唯一燃料。那我们需要准备哪些原料呢？基本上可以分成3类啦。首先，最基本的就是历史股价，像是开盘价、收盘价、成交量这些，这是模型的根本。再来，要加入一些外部数据，比如说大盘指数，这可以帮助模型了解整个市场的气氛。甚至你还可以更进阶一点，加入一些另类数据，像是 MA、RSI 这些技术指标，或是网络上的情绪分析，让模型的视野更宽、更立体。好，原料拿到了，但还不能直接用，我们要先加工一下，主要有3个步骤。第一，收集资料；第2，清洗资料，就是把里面一些不合理或空掉的数值补好。再来是第3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叫做特征工程。你想想看，股价可能是几百块，但成交量是几万张，单位差这么多，模型会搞混，所以我们要把它们标准化，
通通缩放到同一个范围里，这样模型才能公平的去比较它们谁比较重要，学习起来才会更有效率。耶，地基总算打好了，现在我们终于要来盖主要的框架了。我知道这时候你心里可能在想，糟糕，我又不是工程师，我不会写程式码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这就是我们第3阶段的重点。我们会用现在超强的低程式码工具，就算你不是专家，也绝对盖得起来。我们现在真的处在一个很棒的时代，就是低程式码的革命。像 Zapier 这种工具，它可以帮你把各种数据来源自动串接起来，就像接水管一样简单。那像 Power Apps 这种，可以让你用拖拉点选的方式，轻松做出一个手机 App 的界面，用来显示模型的预测结果。这些工具真的把技术门槛降到超低，让 AI 不再是工程师的专利。那在选模型的时候，我们主要有2个大方向可以选。如果你想预测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字，比如说明天收盘价会是250.5元，那这个任务就叫做回归。你可以用像是 LSTM 这种很会处理时间序列资料的演算法。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，明天到底是涨还是跌，那这个任务就叫做分类。像逻辑回归这种经典又好用的方法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开始。好，房子盖好了，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当然是验收啊。所以第4阶段，我们就要来做一次严格的品质检验，确认一下我们盖出来的这个模型到底可不可靠，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感觉良好而已。业界有一个非常标准又可靠的验证方法，叫做 K 折交叉验证。名字听起来很炫，但说穿了，它就像是帮你个模型办好几场模拟考。我们会把历史资料切成好几份，然后轮流拿其中一份当考卷来考它。目的就是要确保它不是那种只会写特定一份考卷的考试机器，而是不管题目怎么换，它都能有稳定友好的表现。那如果你做的是预测涨跌的分类模型，有2个指标你一定要搞懂，一个叫精确率，一个叫召回率。你看左边这个靶心，精确率问的问题是，在模型推荐应该要买的股票里面，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涨了，真的射中红心呢？而右边这个果园，召回率问的是，在所有真的涨了的股票里面，你的模型到底成功的找到了多少颗，有没有漏掉啊？所以咯，这2个指标哪个比较重要，其实完全看你的投资风格。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谨慎保守的投资人，那你可能就会非常看重精确率。你的目标是宁可错过也不要买错，就算这代表你会漏掉一些上涨的机会也没关系。你最在乎的是每次出手都要尽量是正确的，避免亏钱。好了，我们的模型通过检验了，看起来好像大功告成了，对吧？还没有。我们来到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，系统的进化。你要知道，市场每天都在变，一个模型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准，所以我们必须帮它打造一个能够自动进化、随时保持敏锐的系统。在这里，我们要面对一个所有 AI 模型都会遇到的天敌，它的名字叫做模型漂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就是随着时间过去，市场的规则变了。可能是因为新的政策、全球局势，或是大家投资心态的改变，你原本的模型，它的预测准确度就会自然而然的慢慢下降。这就好像一把再锋利的刀，用久了总是会变钝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解决方案就是 MLOps。你不用去记这个专有名词，你只要把它想象成一个24小时、全年无休的自动保养系统。它会随时监控你模型这把刀，一旦发现它好像有点变钝了，就会自动帮你重新磨砺，然后再把它部署回去。目的就是确保你的武器永远都保持在最锋利的状态。你看，这个自动化的循环是这样跑的：首先，系统每天自动去抓最新的市场资料，然后模型根据这些新资料自动产生当天的预测。同时间，系统会一直监控模型的表现，一旦发现准确率好像掉下去了，它就会自动触发第4步，用最新的资料重新训练一个更强、更符合现在市况的模型。而最棒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在你睡觉的时候自动完成的。不过，自动化并不代表你就没事做了，或是完全被取代了。这个概念叫做人在回圈中。意思就是你仍然是最终的总指挥。
AI 负责处理那些每天重复又繁琐的工作，只有在发生重大警报或是需要做战略性决策的时候，才需要你出马。AI 是你的副驾驶，但方向盘最终还是握在你手上。好了，让我们快速复习下今天最重要的4个 takeaway。第一，永远从你的问题出发，而不是去追工具。第二，记住，高品质的数据决定了80%的成败。第三，好好利用低程式码平台，这件事真的没有那么难。最后，一定要导入 MLOps 自动化，你的 AI 副驾驶才能在市场上活下去，保持竞争力。听完这一整套完整的蓝图之后，现在你可以好好想一个问题了：你的下一个投资决策到底谁说了算？是你那时好时坏的直觉，还是一个由你亲手打造、用数据说话，而且还能不断进化的 AI 副驾驶？这个选择权就在你的手上。